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英伟达股价在11月25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英伟达股价在11月2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45.93，收盘价是141.95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47.16，最低价是在141.10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辅值是达到了6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各条均线值。当日的成交量是2.36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.6倍，大幅量缩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增大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下行的走势在增强。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下行，开口增大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向空头趋势的转变这个强度在变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1月2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反弹后的回档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低开盘，开盘之后股价即迅速下跌，然后是跌破了各条均线值，在盘中股价一直是在低位震荡，最后呢收盘价也是收在了当日 K 线底部的附近，但是呢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。可以说这根 K 线相对于前一个交易日来说，股价是出现了反转向下。那如果下方141，这个141我们指的是这根红 K 的最低，那我们会看到碰巧它也是11月19日这根 K 线的最低141，这个位置是我们之前定义的一个关键标志位。那股价呢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如果141这个位置不能够支撑住股价，那么股价呢将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。那目标就是下方的137，是这个位置。好，反弹的条件就是在11月25日盘中，股价不能低于141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由于我们英伟达这个股价的预测节目我们停播了4期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回顾前一个交易日的之前几个交易日的预测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。那对于11月25日股价下行的这个目标，第一个目标我们先调出辅助线，我们要调整一下目前的水平线，是在137这个位置，也就是11月1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好，那么跌破这个位置的目的呢，就是要出现底低，也就是向空头趋势发生转变。那目前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，141是关键的标志位。那之前我们最后一次解读是在11月19日这个视频，也就是说在之后的交易日股价是不可以跌破这根绿 K 的最低的141。那跌破了这个位置呢，股价将会进入深度的回档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在这根绿 K 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如果遇到这根 K 线的最低141而得到支撑，那么股价将会出现反转向上，继续目前的多头趋势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这个位置的
一个重要性，也是重要标志。其实我们会看到近1-2个交易日股价都是在这个位置是遇到的支撑。那么我们来看看11月25日这个位置是否能够支撑住股价。如果不能够支撑住股价，那么股价一定会继续向下去测试137这个位置。好，137如果被跌破，那么接下来的目标，我们现在把这条水平线上移一下。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0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132附近，然后132如果被跌破呢，第3个目标就是下方的129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。那对于下行来说，目前我们要特别关注前一日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141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上行。上行呢，我们说目前的目标，由于有新高的出现，那第一个目标，我们把它调整到153这个位置。那么在到达153之前，目前11月22日这根 K 线的最高147将是强压力。那股价出现反弹，只有重新站上147，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去测试153，否则如果股价不能够突破147，而遇压出现反转向下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或者说是下行的走势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上行的目标，因为153呢是英伟达股价历史的最高，那在它之后，其实每一个点位都是接下来的目标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股价的下行和上行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1月25日开盘之后我们要关注的位置，我们把这条水平线调整到141，这是我们刚刚多次提到的重要的关键标志位，也就是股价只要不出现新低，才有可能反弹的可能，否则呢股价会出现进一步的下行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日 K 线图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。对于周 K 线图来说，我们先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1月18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啊，是一根含有长长上影线的小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我们会看到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，但是这根 K 线的收盘价恰巧是前一个交易周收盘价也是在这个位置。那这个收盘价呢，是在5均值的上方。好，那么这根 K 线我们会把它称作叫倒垂线。那从 K 线的线型我们会看到含有长长的上影线，说明股价在上涨的过程当中是有很大的压力的。对，那同时呢，我们会看到当周的成交量呈现的是一个大幅的量增，说明在这个地方是有卖压出现的。那日后股价如果不能够再次出现新高，也就是站上153那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下行的走势，尤其是5均值。对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如果股价我们说是在如果在5均值下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回档的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通常出现倒垂线，在抱有大的成交量，我们认为在接下来一根 K 线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的走势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接下来一个交易周的走势。好，那对于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呢，我们认为股价如果收在高位呢，会收在150附近。应该是在这个位置，我们再下移这条水平线。
好，如果是收在低位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收盘在129.5，依然我们保留这条水平线。然后呢，在周中我们要特别关注是这根倒垂线实体的下沿是在139.5附近，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啊，股价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才很有可能会出现横盘向上，甚至是上涨的走势。但是如果股价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会出现回档的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日 K 线图，我们再来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20%的多头仓位，成本价是在145.7附近。然后呢，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给出了2个，一个是守20日均线值，另外一个是守137这个位置。那么目前呢，在11月22日，股价的收盘价是在141.95这个位置，股价是跌破了20日均线值。那么这个仓位呢是可以止损出场了。但是如果想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呢，也可以守137。好，对于多头，既然已经是跌破20日均线值，要有止损的这样的操作呢，那么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。好，我们指的是从技术上的操作而言，对。好，那么这是多头，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目前空头要守的位置是从147，也就是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一直到上方的152、153，也就是这个区域啊，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。那么目前空头的目标是下方的137。对，那么我们再补充说明，在股价如果说在11月25日，股价出现反弹的条件，我们刚刚说了是，在盘中股价必须要在141上方运行。那同时，股价在反弹的过程当中，这根 K 线的实体部分的中线144，它呢正好也在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附近，那这个位置将是强压力。好，也就是说。空头还有一个位置要守的就是144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1月25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在143附近。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是在144到145之间。然后第三个压力位是147，也就是前高。第四个压力位是这根 K 线实体的上沿，是在149.5附近。好，我们可以把它定义在149.5到150之间。这是第四个压力位。我们来对147，然后这是第四个压力位148到150，然后第5个压力位就是153。我们再来看，首先支撑到来的支撑是141，然后是137，接下来就是132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英伟达股价在11月25日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，或者说是下行。那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43，最低下方会到达140.5，收盘价会收在141附近。如果最低价到达了138，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138.5附近。
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43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那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或者叫反弹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41.5，上方最高会到达143，然后呢最高会到达144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143附近。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41.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英伟达股价在2024年11月25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